穆大夫，我韩家这边今日发现很多人发热咳嗽，你快跟我过去看看吧。而韩云峰的话一落，又有其他人跑了过来，都是发现家里有人发热咳嗽的。有事？娘，你带徐宪瑜他们从现在开始就待在帐篷里面，没有必要不要出来。默默，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事的娘，你别担心，你们待在帐篷里面是为了防止你们被传染到风寒，现在很多人都被传染了，咱们要做好预防。好，娘听你的，但你也要答应娘，好好照顾自己，别让娘担心。哦，还有你说的，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人，咱们只要管好自己就行。等一下，林默喊住了徐无艳，在他停下来时，他掏出一条手帕绑在他脸上，有备无患。好了，走吧。等看到穆大夫被人推倒在地时，林默眼底闪过了一抹不悦，他上前伸手扶起穆大夫。我动手还是你自己动手？什么？看来你不喜欢自己动手，那我帮你。穆大夫不取分文的给你们看病，与你们是有恩的，就算你们不把这个恩放在心里面，也该对他有几分尊重。但凡你尊重一下他，都不会对他动手。韩云峰，穆大夫他不欠你韩家的。我又没打他，我只是情绪过于激动，伸手推了一下他而已，而他自己没站稳摔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刚才也只是情绪激动，轻轻推了你一下，谁知道你这么弱，自己飞了出去，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他夫人要怼人的时候，真能把人给怼死。穆大夫，你没事的话，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穆大夫，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儿子我爹他们怎么办？你得想想办法治好他们啊。我可以给你写药方，但药得你们自己想办法抓，我没药。你怎么会没药？你昨日不是拿药接给他们喝了吗？怎么到我家就没了？老实说，你是不是看不起我韩家？不可理喻，我就几副药，昨日已经煎了分给众人喝了，不说药还有没有，就从效果上来说，那药方根本没效果，所以就算我还有，给你也是没用，更何况我没有。那你去采啊，你不是大夫吗？你采药。清醒了吗？徐无业，你还是人吗？生病的人是你的至亲，你的外祖，你的表弟啊！哼，要点脸，别把别人说的话都当放屁。我跟你们韩家没关系。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要求穆大夫亲自去给你们采药？他是大夫，医者仁心，所以就要被你要挟？你还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爹呢？你怎么不去给他们买药请大夫？外面是暴风雪而已，不是下刀子下石头。这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你们以后再为难穆大夫，别怪我不客气。你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做？有种就自己冒着这暴风雪去请大夫求药，我还能高看你们一眼，不然就少在这里对别人道德绑架。这次真的谢谢你了。穆大夫，你不欠他们的，该硬气该拒绝你就拒绝，不然他们就会觉得你好欺负，得寸进尺。徐少夫人，咱们不说这些糟心的事情了，说正事吧。你来是不是想问我病情的事情？是。他们的脉搏跟昨日的有很大的不同，变得复杂了。但我很肯定一点，你说对了，的确会传染，而且传染的速度很快，就一晚上下来就多了几十个人生病，怕真的是失忆。我想找下借差，跟他们说下，把生病的和没生病的隔开，防止所有人中招。没用的，就这山洞，就这么点地方，你觉得隔开有用吗？那怎么办？这时疫来势汹汹，别说我有药时都觉得麻烦，现在没药更难办啊。穆大夫，你没有办法吗？如果有药方，冒着风雪去最近的镇上去买药回来，现在这病情刚刚发现，应该还来得及。穆大夫，你快来啊！你看看我娘怎么样了？救命啊，穆大夫！你快看看我娘怎么样了？节哀。娘！白老爷，你最好不要与老夫人的尸体靠得太近，这次病情来势汹汹，一旦被传染上，怕是很麻烦。什么？会传染啊？哎，白家大，赶紧把你娘的尸体给搬到山洞外头去，别祸害了我们。对呀，快抬出去扔了，别拖拖拉拉的。哎呦，惨了，我们现在都在这山洞里，会不会我们也被传染上？你别靠我太近啊！穆大夫，你快想办法治好他们呀！治不好的话可怎么办啊？我可不想被传染病倒在这儿。吵什么吵？我说能治我会不治吗？但现在是我们没药啊，没药怎么治？我怎么知道哪个药方有用？哼，没药治不好他们，简单啊，把生病的人全扔出去，别让他们和我们待在一起，不待一起就传染不了我们。都装什么装？
难道你们就没这种想法？不少书上都写了，发生实力时要隔离。山洞就这么大，没地方隔离，再加上没药可治，也只能等死。所以把他们扔出去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你爹还真是生了你这么一个好大儿啊！徐无厌走过去，对准赵七就是狠狠一拳。赵七来不及惨叫，就被徐无厌打晕倒地。你们也是这么想的？生病了就扔出去？没有，我爹和我夫人都生病了，我不同意把生病的人扔出去。若是把他们扔出去，那他们就是死路一条。这样，我们跟畜生有什么区别？不扔出去，要是传染给我们怎么办啊？对呀，我们又没药医治，难道要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去死吗？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不许你们碰我爹和我夫人，谁敢碰他们，我和他拼了！吵什么吵？吵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全都给我闭嘴！生病了，被传染上了，就放弃治疗，扔出去自生自灭吗？大家都待在这个山洞里面，你们就有没有想过，自己也有可能已经被传染上了，只是没有发作而已。你若是被传染了，像扔垃圾一样的把你丢出去，你怎么想啊？不难过，不伤心绝望吗？是啊，万一自己也被传染上了呢？10亿不是说隔离了就不会被传染。徐少夫人，你说我们要怎么办？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全听你的。没错，徐少夫人，我听你的，只要能让我活命。我也是。想治病得有药，我知道你们身上都带有药，不想被传染就不要再藏着掖着，把药都拿出来，让穆大夫配药给病人使用，看看什么药方有用，只要能够找到有用的药方，需要用到的药，到附近的镇子上去买便是。当下不少人纷纷回自己的营地去拿药，命都快没了，藏着掖着有什么用啊？很快地上就堆满了一包包药。穆大夫，这是我之前找人开的药，你看看这药他们能不能用得上？众人动容，少夫人这是把徐家的底都掏出来了吗？少夫人是个大气的，有些人羞愧的不敢看她，因为他们刚才觉得徐家光说不做。穆大夫回过神来，连忙点头，他正准备要打开看看里面都是什么药，用的是什么药方。林默立即把药方给背了出来。妙呀，这药方用得好，完全对症下药。快，家里有人发烧咳嗽的，快拿1包回去，先给病人喝，剩下的药渣再煎一次水，给没生病的人喝，用来预防。徐少夫人，你是个好人。好人算不上，只是想到一句话，倾巢之下焉有完卵，说他们全都被传染了，我家人怕是也跑不了。穆大夫，你看看这些药哪些能用，先分出来一些吧，我怕一副药不见得就会好，病人身体情况不一样，病也会不一样，得对症下药才是。徐少夫人说的没错。谁？是哪个王八犊子打了老子？出来，老子弄死你去！还有，老子说的没错，生病了扔出去，一了百了，都听我的。徐平安，把他给我扔出去。我爹，我夫人，他们冒汗了，温度降了。退了，我儿子的温度也退了。我娘也冒汗，也退热了。穆大夫，你快来看看，我闺女是不是也在退热了？我摸不出来。脉状都稳定下来了，再继续服药，这10亿肯定能治好。徐少夫人拿出来的药也只勉强够生病的人，1人1包。若是还要再服药，这药从哪里来呢？穆大夫，你这是给我爹捡的药吗？是给我儿子的药吗？药有限，而这里面有几个病得比较重的病人，我打算给他们换个药方试试。穆大夫，慎重考虑啊，我儿子还那么小，你把药给他，治好他好不好？给我娘吧，我娘年岁大了，也没想过服，把药给他，让他多活几年，好让我尽孝吧。我家出了很多药，穆大夫，你得考虑一下我夫人。都别争了，争了也没用。这药我要先给病重的人先用，他们随时有可能都会没命，所以要先吊住他们的命。已经服过药且病情减轻的人，暂时没性命之忧，先熬着。魏爷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解决的，不会坐视不管。太好了，徐少夫人愿意帮忙。徐少夫人出手了，那肯定没问题了。徐少夫人真是个活菩萨，之前我错了，我不该背后说她。别管我了，给我儿媳妇用，先治好她吧。孩子小，需要她照顾，我一把年纪了，也活够了。爹，你胡说什么？爹，你是想我们被人戳脊梁骨吗？周老哥，你先用药吧，你儿媳妇情况比你好，熬得住。真想好了，他们之前那样对你，你们可以完全不管他们，你们没必要自找麻烦。你说的没错，但有些事情总是要做的，任由发展不管，我们这些人只怕要全交代在这儿。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距离最近的镇是安平镇，说是正常，马车来回要2天，马的话可以少花半天时间，但也要1天半的时间。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雪，而且积雪很深，你们只能骑马，马车走不了，就算是骑马，怕是也走得很慢，而且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很容易迷失方向出事。林默没说话，仔细看着地图。说实话，他看不懂，上辈子加这辈子，他还是第一次看地图。你们若是真的要去买药材，这地图你们带上，回来还给我就行。好，不过你得带上借差，说不是我受伤了，本应该我跟你们去，所以这次我跟他们去。魏哥，你受伤了，不介意我出一把风头吧？这黄明一看就不怀好意，怕是记恨上林默了，因为林默之前揍了他。不行，黄明，你是这里的2把手，你不能离开这里。现在我受伤动弹不了，得靠你压住他们。切，说什么笑话呢？现在这些人被这10亿给吓得不行，根本就没心情闹事。我心情不好，我想到镇上去散散心，怎么不行？可以，不过要买的药材很多，3个人起码可能带不完，所以得多找几个兄弟一起。那就让我去吧。钱正昌走了过来。魏哥，我去没意见吧？老魏皱起眉，去的人怎么全都是跟他们有仇的？难道是想趁这样的天气对他们出手吗？钱哥，我去吧，我年轻力壮，你之前受过伤，这么大的风雪里赶路，你要是出个好歹，那可怎么办呢？没事儿，我伤早好了，我没事儿。小六子，就让他去吧，我们没关系。魏爷还需要人照顾，离不开你。既然定下来了，你们收拾下，准备出发吧。小六子，把你和我的马让给他们骑。谢了，魏爷。那我们先去准备些吃的。柳英一听说林默要跟着去买药材，顿时急了。默默，太危险了，你能不能别跟着去？娘不放心啊。娘，没事的，你别担心。你这孩子，我怎么可能不担心呢？若是平常没下雪没大风就算了，但现在外面风雪交加，这一路寸步难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出事。听娘的，这些事儿你别管了，咱们出钱就行。娘，没事的，我会小心的。而且徐无艳也去，她会保护我的。再说了，我也不单单是为了买药，我还有东西要买，要准备，我不去不行的。好了，娘，你与其担心这个，不如去给我做一些饭团，让我们带在路上吃。娘，你给我做点饭团吧，我想吃你做的饭团，还有新做好的披风，你拿去给我好吗？你也想劝我不去？没有，有我在，不会让你有事的。但去之前，有些事我想单独跟你说一下。你想说什么？说吧，我听着。夫人，这一趟恐怕……天彻底沉下来的时候，林默一行4人出发了。徐少夫人，你可要平安回来呀！我们等你。徐少夫人，路上小心呐！徐少夫人，没想到这么多人关心你，你是不是很开心啊？不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黄介差，估计你嫉妒不来，毕竟啊，你没德嘛。该死的贱人，有你好看的时候，给我等着。他似乎不太会骑马。黄明眼底闪过一抹不怀好意，随后赶马追上。钱正昌落在最后面，眉头直接皱了起来。是他吗？林默一行4人顶着风雪在黑暗中不知走了多久，与林默距离不远的黄明嘴角不怀好意地翘起来，他手伸向了腰间，他在抽鞭子的同时狠狠地甩了出去。马之藤发出一声嘶叫声，随后撒开4肢朝前面冲去。因事发突然，林默只来得及抓紧缰绳，压低身体不让自己甩飞。夫人！许无厌大惊，连忙驱马追上。贱人，让你跟我作对，看我怎么收拾你！夫人，你别紧张，就保持现在这个姿势，别怕，有我。在2匹马接近时，他一个纵身一跃，直接跃到了林默的马上，抓住缰绳，把马逼停。夫人，你没事吧？先下来，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赶路。时间不等人，在这儿瞎磨叽什么？继续赶路！但下一秒，徐无厌的拳头狠狠地朝他身上招呼而去，杀猪声响起。等钱正昌赶来阻止的时候，黄明已经被揍成猪头。若是再晚点，黄明这会儿已经死了。别怕，他嚣张不了多久，先吃点东西，压压惊。
谢谢你，别担心，我没事了。是我大意了，没保护好你。而被钱正昌扶起的黄明骂骂咧咧的叫嚷着要去找徐无烟算账。他想杀你，不怕死你就去，休息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继续上路。钱正昌，这吃力不讨好的活，你为什么要来？关你什么事？你想杀徐无厌，对不对？疼！你给我松手！黄明，把你的嘴巴给我闭紧了。刚才徐无厌没杀了你，我不介意，我亲手送你下地狱。我能帮你，钱正昌。我知道你之所以跟着出来，就是想找机会除掉徐无厌。我就一个要求，你在杀徐无厌时，顺手也把那个女人给解决了。那此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想死啊？不，我很惜命，但他们彻底惹怒了我，我要他们的命。你是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你想杀徐无厌吧？我告诉你，你重伤那晚，我看到你跟着徐无厌出去了，你们再回来时都受了重伤，所以很好猜。别逼我杀你，只要你帮我杀了那2个讨厌的人，我嘴巴会闭得很紧的。出发。这个姓徐的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是吧？居然指挥起他们来了。第2日申时，他们才到地图所示的安平镇。黄明牵着马骂了句脏话，便让徐无厌他们去买药，而他去酒楼吃饭，让他们买到药之后去酒楼找他。说完，把马的缰绳丢给了徐无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钱正昌看了他们一眼，也同样把马的缰绳扔给他们之后，朝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走了。有没有觉得他们挺欠揍的？有一个已经是死人了，不用管。徐峰在附近吗？我想让他帮我送一封信。李默跟药铺的大夫要了笔墨之后，便到一旁写起信来。写好之后，用信封封好，便递给了徐无厌。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安排。这位夫人，你们一下子买这么多药，是准备开药房吗？不对，你们所买的药都是治伤寒的，难道你们很多人感染了伤寒？天气严寒，一生病，你们药铺也可以多备一些这些药，有备无患。安排好了，夫人，我们先去吃点东西，怎么样？好。齐正飞，他怎么会在这儿？还这般的狼狈，不应该啊。怎么了？没什么，你先去酒楼点菜，我马上就来。齐正飞曾经是一名铁衣郎，将一把红缨枪耍得出神入化，在军中无人能比，本应加官进爵，触手可得。但可惜在一次战役当中，他中了敌人的圈套，伤到了腿和手，一代军中的传奇就这样没落了。军中不留无用之人，得知他治好了也会是废人之后，就把他遣回了老家。沈家，你们所有的机遇我都会一一夺走，我要你们这辈子再无翻身的可能。齐正飞抬头疑惑地看着眼前盯着自己看的女子，跟我走，我不一定能让你们飞黄腾达，但是吃饱饭是没问题的。走吧，别拿我开玩笑，我虽然穷，但不是傻子。这些够吗？你想我这个废人做什么？先说好，我就是一个废人，干不了重活。有这钱不但够他们熬过这个寒冬，而且也能过上几年的好日子了。开春之后去墨城，然后找个地方住下来，摸清墨城的所有事情，等我去找你们。墨城，流放之城，他是被流放的人。你是哪一家？我姓林，单名一个墨字，夫家姓徐。徐，据他所知，这次流放的人当中，只有安平王一家姓徐。开春后我会到墨城去找你。林默点了点头，转身朝前面的酒楼走去。你不怕我拿了你的钱不去吗？你会去的，因为你是铁衣郎，我相信你。齐正飞心一惊，他竟知道自己当过兵，但心这会儿却是猛烈地跳起来，那是被信任的激动。齐正飞忽然间懂了什么叫做士为知己者死，他信任自己，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废人。请放心，我齐正飞必到。他走了一天，求了一天，硬是没弄到一点吃喝。想到寨子里饿得面黄肌瘦的人，以及因为伤痛躺在地上打滚的人，齐正飞绝望了。因为自己的无能，绝望下他才会颓废地坐在这里发呆，却不想这一坐竟遇上了贵人。有了这银子，他们就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从今往后，他就是他的主子，他的主子叫林默。林默到的时候，徐无厌已经点好了4个菜，4个菜都是他喜欢吃的。快坐下来，菜都要凉了。
这里牛肉少见，可能做的味道不是很好，你就将就的吃一下。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刚才那个男人你认识？他看着不像普通人。他曾经是一名体育佬。林默伸手夹菜，同时把他的名字说了出来。是那个一杆红缨枪挑战军中无敌手的齐正飞，怪不得他离开军中之后就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原来他隐居在这么偏僻的乡下地方。若不是出了意外，他齐正飞前途无量啊，可惜了。我让他开身后到墨城去找我们，到墨城之后我需要人。后期的铁一郎不好收服，可一旦收服，他便对你忠贞不二。如果夫人能够收服齐正飞，他绝对可以成为你的左膀右臂。李默诧异，他没意见，或者说不生气吗？夫人，你这眼神，要不你解释一下？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夫人，你我夫妻一体，你做什么我都相信你。而到了墨城之后，我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在你的身边，到那时候，你身边有用得趁手的人，我也放心。而且以后墨城会是我们的大本营，需要用到的人也多。我打算拿下整个墨城，把墨城控制在我们的手里。林默没再说话，低着头慢慢的吃起饭来。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夫人忘了吗？我要带你风风光光的回到京城，让所有人都羡慕你。你当我说说而已。今晚之后，徐峰就会带人先赶到墨城，摸清墨城的情况，而等他到墨城之后，就会开始行动。这么有理？没钱竟敢来我这里吃饭呢啊？不知道我这里是谁罩着呢吗？想吃霸王餐没门啊！快点拿钱来！跑啊！我让你跑，还想跑啊？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掏钱出来，就别想离开这里。我说了，我钱不见了，先赊账，我以后给你送来。赊账？我和你很熟吗？你要是跑路了，找不着人了，我岂不是亏大了？我不管啊，给钱，不然我就打断你的手脚。吃霸王餐，若是在京城，这吃霸王餐的人打死都没有人追究责任。掌柜的，你可以放心的打死没有人会找你麻烦的。徐无厌，该死的徐无厌，迟早要弄死他。黄明身上的钱是他趁休息没人注意的时候拿走的。你吃霸王餐还有理了是吧？哼，吃霸王餐还对他的客人不敬，找打呀！最后还是钱正昌出现，阻止了酒楼老板和伙计。知道黄明挨打的原因之后，帮黄明把钱给付了。算你走运啊！再有下次，我打断你的手脚。钱正昌，这个恩我记住了，谢谢你。等他们牵着马到镇门口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该死的，这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啊？再下路都走不了。等看到徐无厌竟扶着林默上马时，他一脸的不悦。马是用来驮药的，不是给他坐的。若把马累出问题来，不能及时把药送回去怎么办？下来，不准坐。徐无厌瞧都不瞧他一眼，让林默坐稳之后，牵着马往前走。行了，别惹事，药没掉就行，走。这一走便是深夜。不行了，找个地方休息。前面是山脚，地势奇怪，可以避下风雪。先在那生个火休息会儿。太冷了，我都快冻僵走不动了。这一次没人反驳他的话，火堆很快烧起来。还要走多久？最快也要到明日酉时，迟的话可能要晚上1个时辰。在这里休息1个时辰，再继续赶路。林默，你撑得住吗？要不要休息得久一点？我没事。那吃快点，吃完争取时间多休息一会儿。黄明气急了，这2个人就决定了一切了？当他们2个借差是不存在的吗？你们不用问，闭嘴，别碍事。钱正昌要动手了，住手！怒吼的同时，手握成拳，一拳朝着钱正昌的脸上砸去。徐无厌，我没事，别担心，别怕。随后一个用力把胸口的剑拔出来，疼得他脸色发白。走。他本想弯腰捡剑的，但钱正昌已经朝他再次攻来。徐无厌一手护着伤口，另外一只手护着林默往一旁撤去。钱正昌，赶紧动手！你已经出手，他们不死，死的就是你！闭嘴！钱正昌双眼阴冷地扫了他一眼，随后捡起了地上的剑追了上去。徐无厌因为受伤的缘故，就算是有林默扶着，走得也不快。他很快就被钱正昌追上了。夫人快走！随后狼狈地躲闪起钱正昌的攻击。你为什么不走？有说话的力气，不如快点跑！他快追上来了！用石头对付他没什么用，用这个，夫人，你听我的，你力气大，
再加上你的速度，可以不用管他的招式，你只要记住一点，朝他的剑打，他就奈何不了你。林默是个聪明人，扛着木棍一路横扫着，护着徐无厌不断地往后退。不知不觉他们退却到了一处山崖上。没等他们后悔，黄明出现了。他狞笑着朝徐无厌挥出了鞭子。林默一惊，下意识地冲过去要保护徐无厌，不想竟在钱正昌面前露出破绽。练武之人趁你病就要你命了，所以钱正昌抓住破绽，抬脚一个横扫，直接把林默扫飞。而林默飞出去的方向正是山崖。林默！徐无厌被吓得脸色发白，来不及多想，直接朝林默扑去。在抱住林默的时候，两人一起朝山崖的下方跌去。黄明好奇地伸头朝山崖底看去，模模糊糊之间，只见距离他们约莫有20丈远的崖底下，静静地躺着2具尸体。这么高摔下去，他们也没动，看样子他们不是摔死了，就是摔晕了过去。扭头看到钱正昌似乎要下山崖。钱正昌，你这是要做什么？下去补刀，他们必须死。是吗？钱正昌，我有没有跟你说对不起？不过你该死了。走到钱正昌身后的黄明不知何时手中多出了一把匕首，而就在钱正昌诧异回头时，他毫不犹豫地举着匕首朝着钱正昌捅去。匕首刺入钱正昌的腹部，发出清脆的声响。黄明惨叫着倒飞出去，随后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他一脸痛苦以及不可置信地看向钱正昌，怎么回事？自己刚刚明明刺中了他的腹部，却像是刺到了一块硬物之上，硬是把他的匕首给挡下来了，怎么也刺不进去。他让你来杀我的？很好，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之前对徐无厌他们的话还持有怀疑态度，觉得他不会这般的心狠手辣，毕竟自己一心一意地为他做事。他可以狠心杀了自己的家人，但没有必要杀了自己，毕竟他还需要自己为他做事。现在看来是他天真了。你既然已经猜到，还问我做什么？你腹部有什么东西？为什么我的匕首刺不进去？现在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必死之人，不是吗？怎么说一下都不肯说吗？你就当满足我这个必死之人的心愿，让我死个明白。钱正昌看了一眼，手往腰间一伸，他的手中多了一片护心镜。你早知道有人要杀你，所以你才会把护心镜藏在身上。你知道我会对你动手？哼，不知道，但防患于未然。黄明，今日你必须死。钱正昌，有话好说，我也不想做的，我就撤了。说着，忽然伸脚一个用力，把地上的血朝着钱正昌踢去。在钱正昌伸手挡血的时候，黄明立刻转身就跑。黄明并不是钱正昌的对手，很快身上就有不少地方见了血。黄明，钱皇后让你来要我的命，你放心，你家人肯定都在地下等着你，你一点都不亏。说完，他一个用力拔出了剑。黄明没有忍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我不。头一歪，没了动静，只是他双眼瞪得老大，似乎有什么话要说。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本以为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引出藏在他们当中随时会取自己性命的人，没想到什么都没做，黄明就露出了马脚。什么情况？徐无厌和林默互相看了一眼，两人眼中全是疑惑和不解。钱正昌，这是怎么回事？在崖底装死的他们听到上面的动静之后，考虑了一番，才冒险准备一探究竟。只是没想到黄明被杀了，这里没有其他人，所以动手的也就只有钱正昌。钱正昌是疯了吗？按照他们的计划，黄明是证人，帮钱正昌证明他杀了自己和林默，从而引出藏在戒钗当中的钱皇后的人。黄明就是那个人，所以不用再找了。你确定？他们花了这么大功夫设计这个，瞬间就找到了人，快的让他不得不怀疑。他自己亲口承认了，而且我准备下去时，他暗中对我下死手。若不是我提前放了护心镜在身上，这次我怕是要栽了。毕竟黄明就是一个无赖，谁能想到他会是皇后安排的人？但皇后为什么要杀自己呢？徐无厌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之前的人是要他爹给他的东西，有其他人想要他的命。或许他现在这副模样也是他装出来的，
毕竟这样的人才能迷惑得了我们，要隐藏在我们当中，这人必须要会装。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徐无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我知道，你放心。入京之后，我的人会跟你联系。先回去，我见过老魏后就走。就算我帮你最后一次，黄明的死我帮你解决了。另外，老魏这个人不简单，也没见他和谁走得近，你最好防备着点。黄明的尸体怎么处理？简单，直接把尸体扔下山崖。你放心谈不？别担心，我们只是暂时合作而已。他若是要咬我，我也多的是方法收拾他。没他们两人，暂时不用担心腹背受敌。徐无厌看向林默，腹背受敌，还有谁？山洞这边，林硕做好了早饭，没有见到他娘柳英起来。他进到帐篷里面去喊人，等进去之后，这才发现他娘双眼紧闭，一脸的潮红，蜷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娘！林硕冲过去，伸手摇了他一下，发现没有任何动静之后，转身急冲冲的朝外跑。穆大夫，我娘怎么样了？她怎么样了？你娘传染了10亿。什么？我娘都喝过药预防了，而且也没怎么和他们接触，怎么还会得10亿？不是说你喝了药预防就不会得，你娘林夫人体弱，自然会比你们更容易中招。穆大夫，那现在怎么办？还有药给我娘用吗？现在我哪里有药？只能等你姐他们回来才有药可用。我问过魏爷了，我姐和姐夫他们最快也要今晚才能回来，这中间还有这么长的时间，没药我娘会不会出事？还有，要是他们在这中间有事耽误，回来的会更晚，那到时候怎么办呀？林硕，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从你娘发病的情况来看，恐怕她的病情要比其他人的来得复杂，所以必须尽快用上药才行。拖久了，怕是对你娘不好。徐宪瑜让一旁的徐梦贤过来帮忙柳英擦拭额头降温，而他匆匆地朝帐篷外走去。他记得药都是嫂子从马车上拿下来的，嫂子做事会留一手，他要去看看马车上嫂子有没有留药。可惜他失望了，翻遍马车车厢，除了找到一些金疮药之外，就没有找到其他的药。你在这儿做什么？我找林硕。你走吧，林硕现在没心情见你。我有他需要的东西，药。林硕，他有药。药呢？在这儿。穆大夫。是你娘之前要放配的药。你怎么会有我嫂子的药？之前发给我弟的，但我弟没用上，他只是普通感冒，头晕了下，睡醒就好了，所以我就没煎这药。我听到林夫人感染了10亿要用药，这才拿出来的。谢谢你，穆大夫。那我现在可以拿去给我娘煎药了吗？你娘的病情比较复杂，怕是这药方不行，还得再加一些药。我先回去看看有没有药。徐宪瑜皱了皱眉，他总感觉这个沈琉璃不怀好意，但是药又没有问题，一时之间他也吃不准对方葫芦里面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而穆大夫那边一番查找之后，终于找到了他所要添加的3味药中的2味，还差最后1味麻黄。缺麻黄，穆大夫反而不担心了，麻黄有很多的，按照他对麻黄的生长特性了解，这一带适合麻黄生长，出去找肯定能够找得到。他把这个跟林硕一说，林硕问清楚麻黄的样子之后，立即冲出去要去找药。你一个孩子，谁放心你出去？你去找徐平安他们，让他们出去找，顺便我画个图让他们辨认。林硕立即点头，冲回去找徐平安他们，转了一圈，问了人才知道他们带人去找柴火了，怎么就刚好这个时候不在呢？不行，现在外面风雪交加，一个小孩出去很容易出事，我绝不允许你出去。穆大夫，可我娘病得厉害呀，我不能看着我娘出事。我出去找，你在这儿。不行，穆大夫，这里大家都靠你，你不能冒险。是啊，穆大夫，你不能冒险。穆大夫，你可以把麻黄的样子以及其生活的环境告诉我们，我们去找，你总该放心了吧？你们，谢谢你们。你没必要跟我们这么客气，你姐都把药拿出来了，甚至还冒险去买药，相对比这个，我们做的根本算不了什么。对，穆大夫，你快说，事不宜迟，我们知道了就立即出发。我知道，我跟你们一起去，你放心，我力气很大，不会有事儿。此时外面积雪已经到膝盖处了，每走一步他们都相当吃力。林硕，可以啊，年纪轻轻，这步子又站得这么稳，将来不可限量，加油啊！东阳哥，你别夸我了。哦，对了，麻黄草洗干，我们往高处走，或许能找到。好。3人没再说话，迎着风雪弯着腰继续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扑通一声巨响。谁？你怎么在这儿？我想帮你找药。不用你帮忙，你赶紧回去，
外面太冷了，而且路不好走，很容易出事。如果我硬要帮忙呢？多个人多份力，不是吗？你想要什么？我要10斤米，还有1床被子以及1瓶金创药。好，那就走吧。林硕，带上他不好吧？带你一个人，我们都不一定能够保证你的安全。现在又多一个小姑娘，怕是更麻烦。她若出事，我们没有办法跟沈家人交代。我不用你们保护，所以不用担心我会给你们添麻烦。劝不走他的，不如带上他，不然他自己乱跑，出了事我们才更麻烦。林硕眼底快速地闪过一抹暗光，沈琉璃她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心来帮他，他可没有忘记他对自己姐姐时的态度。至于他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把他放在自己身边才能知道，不然他躲在暗处搞事，那才叫做防不胜防。既然都出来了，那就一起，记得跟紧我们，千万别掉队了。没有。他朝四周看去，白茫茫的一片，草色都难见一片，很难找。林硕，我们继续往前走。穆大夫说过，麻黄耐寒，就算是这么冷的天气都不会枯萎，不会枯萎肯定是还生长着，就算是雪覆盖了，因为枝干挺着会凸显出来。循着这点去找，说不定能够快一点。有了方向，他们寻找的速度快了许多，只可惜收获的都是失望，而不知不觉他们竟走散了。等林硕发现不见刘东阳他们时，他竟来到了一处悬崖之上。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回去找东阳哥他们。说是自己，你干嘛？你休息够了，咱们就下去找刘东阳他们。沈琉璃眼底闪过一抹遗憾，林硕这小子躲的是够快的呀。他很遗憾地朝悬崖下看去，这一看愣住了，这算不算天助我也呢？沈琉璃，走啊，我们要赶紧去找东阳哥他们了。你来看看，这是不是你要的麻黄？麻黄？果然，一株麻黄竟生长在一处崖壁上，其株干上被冰雪覆盖着。用这绳子绑着我，我下去采。什么？不行，这不是你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来冒险，我下去就行了。你确定？这麻绳不粗，怕是承受不起你的重量。若是断了掉下去怎么办？谢谢你，我之前误会你了，你人挺好的，记得该给我的报酬就行。沈琉璃，要不我们另外想办法，我去找东阳哥他们过来，他们应该有办法，你还是别冒险了，要是你发现的，报酬我会给你的。你娘脱得了，你一会儿要拉我上去。说完抖着身体，抓着绳子慢慢地往下移动。回头看向身后，沈琉璃有那么一瞬间的后悔，但是很快他眼神又变得严肃起来，再次试探地往下移动。沈琉璃！看到沈琉璃瘦削的身影在半空中晃来晃去的时候，这才松了口气，幸好有绳子。而此时的沈琉璃脸色白得可怕，身上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想到自己的目的，沈琉璃脸上多了一抹坚毅。都到这儿了，他不会让自己的苦白吃的。想到这儿，他努力地摆动着身体，想要靠近那一株麻黄。小心点，沈琉璃，你小心点，别勉强自己，慢慢来。踩到了。沈琉璃，你真厉害，我马上拉你上来。沈琉璃点头，把手中的麻黄塞入怀里，然后双手抓住麻绳，但他的眼底此时多了一抹比寒冰还要冷的寒意。快了，随着绳子的移动，沈琉璃的身体正一点点地往上移动。就快到悬崖边上的时候，沈琉璃朝林硕伸出手，快拉我上去。林硕想都没想，伸出了左手朝着沈琉璃的手抓去。但就在他伸出手的时候，沈琉璃的手先一步抓住他的手腕。林硕怀疑他抓自己的手腕，他也不好用力啊，不是应该抓自己的手吗？不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悬崖方向摔去。林硕瞪大双眼，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沈琉璃，这般大费周章，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吗？他终究还是大意了，他死了，他会把药给他娘用吗？李默和徐无艳三人在天色彻底暗下去时，终于赶回到了山洞。他们的顺利归来，让不少人都激动地冲向他们。太好了，你们终于回来了，有救了！你们这一路上没事吧？忽然扑通一声，有人冲到他们面前跪了下去。滚！别在这里假惺惺！滚！你给我滚！你这个害人精！被推倒在地的沈琉璃半趴在地上，默默地掉眼泪，而他嘴里一直说着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之类的话。怎么了？我娘和我弟呢？只见帐篷内，他娘盖着被子躺在地上，而徐梦贤在一旁照顾他。嫂子，我娘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失忆？
不会的，明明他已经很努力的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的，他还做了这么多的预防，他娘怎么还是会感染10亿呢？不会是不管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们最终的结局，不过是换了另外的一种想法？不会的。林默抿紧了唇，他不允许，我命由我不由天，他娘和弟弟也一样。穆大夫，嫂子，英姨已经用了药，情况好了一些，还有，对不起。他低着头把林硕出事的事给说了出来。徐平安他们和其他人都已经去找林硕了，只是现在还没回来。嫂子，对不起，你出去时我答应你会照顾好他们的，可是我都没做到。英姨感染10亿，林硕掉落悬崖，对不起，都怪我没看好他们。沈琉璃，我弟弟是怎么掉落悬崖的？他弟弟吃过大力丸的，怎么可能在拉他起来的时候后继无力，脚打滑，从而掉落悬崖呢？他一定在说谎。他拉我上去时脚打滑掉落了悬崖，都怪我，若我没让他拉我，他就不会出事。林默，冷静，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始作俑者迟点收拾。现在所有的一切听着就只像是一个意外。林硕掉落悬崖是因为自己脚滑的缘故，但沈琉璃却采回来麻黄给柳英入药了，对柳英是有恩的。倘若林默再继续对沈琉璃出手，怕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带上他找人去，林硕会掉落悬崖绝对与沈琉璃有关，沈琉璃死定了。徐少夫人，我们也去帮忙。而就在此时，人群里不少青壮年什么话都不说，直接跟着就走出去了。沈家这边，你说沈琉璃这个死丫头不会给我们惹麻烦吧？沈青云没说话。沈琉璃这丫头主意正得很，但拿自己来冒险，他觉得他倒没这个胆子。毕竟刘东阳送他回来的时候说他整个人是悬挂在悬崖之上的，在空中飘荡来飘荡去，身上就一根细麻绳绑着。他不觉得沈琉璃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拿自己的命来冒险，所以这或许就真的只是一个意外。你放心，他要是敢做这种事儿，我立即赶他出沈家，沈家没他这个女儿，满意了？他四叔，你还不去看看邦国这个儿子？这孩子都躺了几天就没起来过，也没见他说过话。若是生病了，趁现在有药，赶紧去请穆大夫来看看呢。哼，麻烦，一个两个都不省心。臭小子，你怎么样了？哪里不舒服赶紧说。沈邦国见他没搭理自己，他立刻骂骂咧咧的弯腰伸手去拉沈邦国。沈青云连忙走过去，一看顿时愣了，死灰色，身体僵硬。沈邦国早就死了，而且脸上还有尸斑，看样子不是刚死，似乎死了很久。沈琉璃疯了吗？邦国死了，他居然都没告诉我，还把他尸体留在这儿，是吓死谁呀？这个臭丫头，可恶！而此时徐宪宇也闻声赶来，看到死的不能再死的沈邦国，脸突然一沉。沈琉璃是故意的，他是在报复，他要报复他嫂子他们，这也解释得通。他为什么会还有药？因为在他嫂子拿出药来的时候，沈邦国就已经死了，药自然就没有用，所以他把这一切归责到了他嫂子身上，想让他嫂子也尝尝失去弟弟的滋味。可恶！想通了这些的徐宪宇想冲出去找林默，想提醒他这个事儿，但走了几步他停了下来。他不能一个人出去添乱，他若是一个人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出去，很容易出事。他需要人帮忙，抬脚朝着老魏冲去。这事儿必须尽快要通知他嫂子，不能拖。我弟林硕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他就是想拉我上去时脚打滑才摔下悬崖的，对不起。好了，你也别哭了。徐少夫人不是那种是非不分的人，若不是你所为，她定然不会为难你。她问你什么，你直接回答就是了。徐无艳已找到下崖的方法，要绕到另外一侧下去。这么高摔下去，不知道尸体还能不能保持完整。他好期待林默接下来的表现。一个女孩子怎么会笑成这样？是我眼花了吗？刚才肯定是被雪花晃花了眼。沈琉璃，走了。来了，六爷。六爷，我能拜托你帮我一个忙吗？一个小忙。小心一点。下悬崖的路很陡，许无厌走得很慢，他边走边护着林默，怕他摔倒。我没事的。许无厌，你觉不觉得奇怪？徐平安他们早就出来找林硕了，可这一路上我并没有看到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动静。还有，你看这崖底也没有任何动静。
看上去下方根本就没有人活动。许无厌看了一眼崖底的方向，也皱起了眉。是啊，这一切太过诡异了。他们这闹出的动静不小，徐平安他们如果在附近的话，肯定会弄出动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双方会合。但是现在没有半点动静，那就只有2个可能：一，他们不在附近，不在崖底；二，徐平安他们全出事了。单独一个徐平安可能会出事，但他们6个人在一起，想让他们全军覆没很难的。我们上当了，沈琉璃骗了我，该死！快朝崖底冲，有危险！徐无厌已快速地朝山顶冲去，很显然他也猜到这个可能，准备先发制人。小心，全都躲开，往一边躲！夫人，快躲开！一块2人抱不过来的巨大石头朝他们滚了下来。该死的，这石头滚落下来，被碾压到的话，不死也得废啊！他正想往一边躲时，但石头的滚落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已经来不及了。他伸出了手，不知道能不能挡得住。不等他尝试，下一秒他被徐无厌扑倒，力量过大，来不及站稳的2人一同朝一旁的悬崖滚落。林墨那个讨厌的女人终于死了，还有这些冷血无情、见死不救的人也会受到血脉的教训。没过多久，有人从积雪里面爬了出来，1个、2个，还没等他们来得及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紧接着上面再次滚落下一块块的石头。快跑！石头又滚下来了！快跑啊！是沈琉璃，是他带人搞的鬼！不管他们怎么尖叫，怎么躲闪，石头依然一块一块的往下滚落，一副不把他们砸死誓不罢休的样子。小六子，张爷，六爷伤到的是头。徐宪宇沉着脸，同时快速掏出金疮药，倒出一些在自己的手心，然后压在他伤口上。哎呦，疼死我了啊！是琉璃，是他拿石头砸伤了我，跑了。那我嫂子他们呢？前面。徐宪宇立即把手中的金疮药塞给小六子，抬脚朝前冲去。徐大小姐，别冲动。小六子，你去追他，千万别让他有事。我没事，我缓口气，我再去找你们。我去追他。小六子，你走不了，就待在这儿，一会儿追到人就回来找你。都是小姑娘，这沈家的怎么下手这么狠？那一石头分明就是想把我给砸死，差点被他砸死啊！果然还是徐家姑娘好。徐家姑娘不但有礼貌，脾气好，就算是急也知道关心人，所以能怪我向着徐家人吗？有声音在前面。徐大小姐，张爷，他们就在前面，我可以自己赶过去。你回去照顾六爷，我没事的。我嫂子他们就在前面，我过去和他们会合就行了。我先护送你过去，再回来找小六子。你小心点，这是悬崖上，风大，很容易被吹下去。我知道，谢谢张爷。沈琉璃，你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的亲人，你该死！沈琉璃，住手！我让你住手，听到没有？我嫂子和我哥呢？他们，你说从这里滚下悬崖，会不会直接去找阎罗王和禅啊？不可能的，他嫂子和他哥那么厉害，他们不会滚下悬崖的。徐宪宇，你为什么要来？我没打算对你做什么，可你主动送上门来，你说我若是不做点什么，是不是对不起你大老远的跑来啊？哼，沈琉璃，你就是个神经病！你真当别人不知道你的秘密？你弟弟沈邦国死了，你就迁怒人，害人性命，想给沈邦国陪葬，你够了！你们动了我弟弟？哼，是你爹动的，你爹还让人把他的尸体给扔出去了，像扔垃圾似的扔掉，有种你回去找他算账呀！你敢吗？你们都该死！失去理智的沈琉璃愤怒地朝徐宪宇冲去，徐宪宇等的就是这一刻，失去理智，他才有机可乘。在沈琉璃朝自己冲来时，徐宪宇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他手中握着一块石头，石头狠狠地砸在沈琉璃的头上，瞬间清冷的夜风当中多了一抹血腥味。沈琉璃，你不该惹我徐家人！我告诉你，我大哥和我嫂子若有事，我定杀了你！徐宪宇，那你现在可以杀了我，他们已经坠落了悬崖，但你敢杀我吗？
你敢吗？啊？你不敢！你别想骗我，不可能！我哥武艺高强，我嫂子力大无穷，就你扔的这些石头，根本奈何不了他们。徐大小姐，他说的是真的，你哥和你嫂子真的掉入悬崖了。就是这个贱人，从这里推了一块巨石下去。你哥为了救你嫂子，这才双双坠落悬崖。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受伤了。沈琉璃，你竟敢伤他们！你敢害他们！你心肠怎么这么狠毒？几巴掌下去，沈琉璃的脸已经肿了起来，嘴角也流出了血。因为你们欠我的，若不是林墨的贱人，我娘不会被打；若不是你徐家人见死不救，我娘也不会死；若不是这些人没把生病的人赶出去，我弟就不会被传染，就不会死。这一切都怪你们！沈家人果然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我嫂子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丝毫没检讨过自己做错了什么，就把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你娘若不煽动人抢粮食，她若不是把事推到英姨身上，会挨打。你我两家结了仇，我们为什么要给你金疮药？我们也需要留着金疮药给自己保命用，而且当时距离镇上都不远。你既然这么孝顺，为什么不自己去给你娘买药，而是寄托别人给？还有你弟的死，那就更离谱。穆大夫检查了，他几日之前就已经死了，根本就不是因为失忆，而是因为太累，身体撑不住，再到山洞时就已经死了。说起来，这些都是你沈家人自己造的孽，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算账？你这种人就是自私冷漠，在你眼中，你沈家人都是好人，别人都是坏人，但所有事情在外人看来，这些全都是你们沈家人自己造的孽。没错，就是。从下面爬上来的众人纷纷指责沈琉璃，这指责声让沈琉璃头胀欲裂。是你们害死了我娘和弟弟他们，我要杀了你们为他们报仇，你们都给我去死！既然一次弄不死你们，那我就再弄一次，你给我去死吧！沈琉璃伸手恶狠狠地朝徐宪瑜推去，想把他推下悬崖，但徐宪瑜的动作比他更快，右手捡起一块石头，再次狠狠地朝他的头上砸去。这一次他用尽了全力，沈琉璃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保持着推的动作，他的身体重重地向后倒去。不应该是这样的，他的命运不该这样，不对，一切都不对。我是自卫，失手砸死的他，对吗？好了。林默是被冻醒的，而晕倒之前的事儿也一一回到了他的大脑里。徐无厌！林默扑了上去，见他没反应，浑身发抖。他甚至没有勇气去试探他是死是活，他怕。尝试了好几次，终于颤抖着手放在他的鼻翼下，感觉到鼻翼下的温热，林默这才狼狈地瘫坐在一旁，人也狠狠地松了口气。徐无厌伤得很重，身上大大小小的擦伤无数，最重要的是他的一只手一只脚以不同程度的歪曲着。林默很难受，他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人捏着一般，疼得他几乎吸不过气来。不要怕，我会保护你。徐无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随后手一挥，带着徐无厌进了空间。徐无厌伤成这样，再待在外面不死也会被冻死的。进入空间，林默立即找药，但凡能保命的药，不管珍不珍贵，一股脑的给徐无厌喂下，其中不少是皇宫太医署里的珍藏，也有一颗是空间给的奖励续命丹。随后动手解开他的衣服，给他处理伤口。在衣服解开的瞬间，林默再次手抖，他的情况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除掉擦伤、划伤以及摔断的左手臂和右腿之外，胸口的这些骨头也断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肺腑。林默强忍着泪意，强迫让自己不要乱想。对，先固定。在准备固定的时候，突然想到上次空间奖励的药里面有一个是专门治疗断肢的。他停下包扎，立刻翻找，很快手中多了一个小黑瓶，黑玉断续膏，还有一张纸，上面详细记录了这黑玉断续膏的作用。这药这么巴斗，要不要试试呢？空间出品的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效果不用质疑。徐无厌，反正你现在是昏迷，没有知觉，我就直接帮你扶正上药，免得你醒来之后再受一次罪。你没有意见吧？你没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我动手了。李默一说完，
立即小心翼翼地尝试着帮他把扭曲的手臂和小腿骨头归位。纸上写了黑玉断续膏可以治愈一直无法接回的断骨，但是治疗的方法很霸道，陈年旧伤需要把原先已经长畸形的骨头捏碎重新愈合。徐无艳这是新伤，只要断裂的地方对上，擦上药之后再用木板固定就行了。而就在此时，徐无艳发出了无意识的闷哼声，这把林默给吓了一跳，手一抖，忍不住用力。听到他哼声变大，林默连忙松手，目测是对上了，匆匆上药，木板固定。林默松了口气，他已经尽力了，若是没有接好，之后只能拜托穆大夫让他多受一次罪。至于他的肋骨，林默无从下手，这里只能等找到穆大夫时再处理了。但他还是抠出一些黑玉断续膏，小心地擦在红肿的地方。他根本就不怕浪费，只要有红肿的地方直接抹，反正黑玉断续膏他还有好几瓶呢，浪费得起。他忽然想到了齐正飞，假如他忍受得了碎骨重生的痛苦的话。林默给徐无艳其他的伤口擦了一些普通的药之后，开始想办法出去。他伤得很重，没有办法挪动，若就这样背着抱着不现实，所以只能他出去找路，等发现有其他人时再把他从空间里放出来。徐无艳伤成这样，林硕那边怕也不是很好，他得尽快出去找到他。林默吃了些东西，填了下肚子，出了空间。他看了一眼四周，自己怕是迷失在这茫茫的白雪世界，再走下去，他怕空间里的徐无艳会醒，会发现异常。辗转一番之后，林默竟意外地发现不远处有一间被白雪覆盖的石屋。有人！连忙把徐无艳从空间里放出来，然后抱着她直奔石屋而去。有人吗？林默抽出一只手，敲了敲门，但是屋内没有任何的动静。确认没有人回应，林默推门进去。林默连忙把徐无艳给放到屋内的木床上。林默叹了口气，随后拿起一旁的铁锅，洗干净之后拿出了米和鸡肉来，准备熬个鸡丝粥。等熬粥的时候，林默开始思考要怎么走出这里。他方向感不强，就掉落在悬崖下面，他竟然也能走歪。林默都服了自己了，想来想走出这儿，只能等徐无艳醒。熬好粥的时候，徐无艳依然没有醒来。林默大概吃了一些，然后把剩下的端到一旁放着，等他醒来热下就能吃了。这几日他没有好好的睡过一觉，现在吃饱喝足，守在一旁因为无聊，一个没忍住便打起了瞌睡，趴在竹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哼，小白，家里来人了，走，回去瞧瞧去，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进我的屋子？徐无艳！林默从噩梦当中惊醒，猛地睁开眼，来不及安抚自己的心悸，又立刻瞪大了双眼，身体也瞬间变得僵硬。谁能告诉他，为什么他眼前会有一匹白色巨狼？这巨狼就这么蹲着，竟跟一个大人一般高大，而他的双眼正冷飕飕地盯着自己。还有人？兜兜转转，该相遇的人总会相遇的，只不过时间早晚的问题。上辈子徐无艳是在鲁阳城受的伤，所以他们早早的就在神医谷相遇了。这辈子到了这里才受的伤，而他这一受伤，他就出现了。徐无艳和他之间的牵绊非人力可扭转。眼前正在喝鸡丝粥的人，正是上辈子神医谷的那位天仙姑娘。醒了，粥不错，不介意我吃一些吧？真好看，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姑娘？长得好看就算了，就连喝个粥，姿势也优雅的让人挪不开眼，而且性格也好，这样的人根本让人生不起气来。我很好看？小白过来，小白他很喜欢你。林默无语了，他可看不出来喜欢在哪儿。这地方人迹罕至，你怎么会到这儿，还拖着一个重伤？林默迟疑了一下，还是把事情经过说了说。你吃饱之后，我能麻烦你帮他处理一下伤口吗？我是胡乱包扎的，我怕我没有处理好。你怎么知道我会医术？猜的。药香，你身上有一股药香，那是经常与药打交道的人身上才会有的。我曾经在一个人身上闻到过，如果是我唐突了，我跟你道歉，但是我还是想起。可以，我也不能白吃你的鸡丝粥，这当是报酬好了。长相不错，他是你的谁？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喊我慕容。慕容姑娘，我叫林默。他跟我拜过堂，但我们还没有洞房。
应该还不算是真正的夫妻。那还不是你男人吗？放心，我再爱他死不了，就是有些可惜了。谢谢。至于他的男人，林默眼底多了一抹苦涩，是谁的还不确定呢。